对未来的承诺比回忆更有力量。他发现浴室里多了一支牙刷，那是一支粉嫩的牙刷，不属于他们家任何一个人。当他拿起那支牙刷的时候，他的心凉了一半。他不是没怀疑过，也不是没有感受妻子近来的冷淡，但真正让他确定自己不是唯一的，不是什么激情的简讯或暧昧的对话，而是一只默默躺在牙刷杯里的牙刷。这个画面成为他人生中最痛的一个画面，也成了他们婚姻重建之路的起点。我们常以为信任是靠过去的诚实堆叠起来的，但真正能让一段破裂的婚姻恢复连结的，是对未来的选择。不是我们曾经多相爱，而是我们现在还愿不愿意为彼此许下一个重新相信的承诺。信任不是修复昨天，而是选择明天。许多婚姻卡住的地方，不在于能不能原谅，而是能不能再相信。有一对夫妻走进婚姻咨询时，几乎没有任何沟通，他们彼此坐着像两座孤岛。妻子说：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我没有办法再相信他。丈夫低着头叹了一口气：我每天都回家，也没有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，但他每天还是像在审问犯人。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常见。原谅是一个过去式，但信任是一个未来式。你可以说我原谅你过去做的事，但要说我相信你以后不会再这样，那需要不是证据，而是希望。而这个希望正是婚姻重建的核心力量。人不会因为你道歉几次就相信你会改变，但人会因为你持续为未来做出改变的选择而重新相信你。不是你变了，而是我不敢再靠近。有时信任的瓦解不是因为一件事有多严重，而是因为失望堆叠得太久。就像一段对话中，妻子说：我不是因为你那次出轨才崩溃，而是你在我伤心痛哭时还冷冷地说你太夸张了。信任的破裂往往不是因为一件坏事太大，而是在最需要被理解时，对方却不在场。当我最需要你在乎时，你的冷漠比背叛更伤人。重建信任不是一次道歉可以解决的，而是一次次重新出现、重新理解、重新同行的累积。人不怕你犯错，人怕的是你根本不觉得有错。在这样的状况中，很多夫妻就会陷入一个误区：我已经不再做错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我？但信任不是我没再犯错这么简单，而是我在努力靠近你，理解你，照顾你。这就是信任的真正来源，情感连结，而不是行为清白。不是回到从前，而是一起走向更远。有些人想重建婚姻的信任，是因为想回到以前，但事实是，你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就像裂过的瓷器，即使再精致的修补，也会留下痕迹。但正是这些痕迹，让这段关系更加坚固与真实。关键不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，而是能不能比以前更深刻的爱。很多婚姻重建后的夫妻说，他们比修复前更有默契，更能说真话，更懂得彼此的软弱，因为他们不再维持假象，而是重新选择真诚。有一对原本几乎走到离婚的夫妻，后来竟然一起写了一本书，分享他们的重建历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回到恋爱的时光，而是走到了一个从没想过可以走到的地方。
那是连吵架都不再带刺，而是可以笑着说出彼此的伤口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离开彼此了。信任的种子，承诺比记忆更有力量。在重建信任时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态度转变，就是从记忆取向转向未来取向。记忆取向的人会说，你以前让我受伤，我怎敢再信你？但未来取向的人会说，我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因为我看见你正在为我们努力。我们当然无法遗忘那些痛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再让过去决定未来。信任的恢复不是靠说你要相信我啊，而是靠让对方自己看见你愿意改变的事实。比如你主动告诉对方，今天的行程不是因为他逼你，而是你想让他安心。你愿意让手机不设密码，不是因为你怕被查，而是你没有什么好隐瞒。你多问一句，今天有没有哪里让你感觉我不够体贴？不是因为怕出错，而是因为你在乎他的感受。这些都不是做给对方看，而是从心里开始不一样。因为你已经不再只想证明自己清白，而是真心希望关系变好。信任的回归始于小事的连结。很多人以为要重建信任，就要做些感人肺腑的大事，送花、写卡片、带对方去旅行、誓言改过自新，这些当然都好，但真正改变关系的，常常是那些持续的小事，像是每天睡前的一句谢谢你今天陪我，一个拥抱，不为了和好，只是单纯想靠近，每周一次不滑手机的约会时间，在冲突过后能够说出我们在一起想办法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这些微小的行动看起来没什么，却会在潜移默化中让对方重新对这段关系产生安全感。你无法要求一个受过伤的人立刻相信你，但你可以用每天的态度让他越来越敢放下防备。结语：信任不是一次重建，而是一辈子的选择。婚姻里的信任就像一座桥，它不会因为曾经坍塌而失去价值，反而能因为你们一起重建，更坚固、更真实。不要被过去的伤绑住，也不要用我都没做错了来催促对方相信你。真正让对方重新愿意相信的，是你现在的样子，是你未来的承诺。毕竟对未来的承诺比回忆更有力量。也许你们曾经失望，但别忘了，愿意重新相信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爱人。你是否愿意为了未来的爱重新筑起信任的桥？